就在俄方宣布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前，白宫还曾发表声明称，拜登总统原则上同意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晤。随着事态演变，白宫周二宣布会晤取消，但也没有明确排除未来会晤的可能性，强调永远不会完全关闭外交大门。美国也对俄发起新一波制裁，西方国家纷纷跟进，但外界注意到，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国家，目前的加码制裁仍留有余地。拜登周二在就俄乌局势发表的讲话中，将俄罗斯承认乌东两地独立描述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开始。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so I'm going to begin to impose sanctions in response.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当天宣布，拜登总统已经取消了与俄总统普京会晤的计划，但没有明确排除未来举行会晤的可能性。What would it take to get that conversation back to the table, to reconsider a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ell, de-escalation. That's what it would take. How do you define that? De-escalation means moving troops. It means de-escalating from what the steps they continue to take on a daily basis appear. 现在对于拜登来说，当俄罗斯出招之后，那么拜登必须要接招。当涉及到谈与不谈的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敏感的时间点上的时候，谁同意谈，谁支持谈，往往是示弱的一方，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尤其是现在拜登面临国内的一系列的压力，面临自己支持率低迷，那么如果在外交上操作不慎的话，很可能在国内出现巨大的反噬效果。所以拜登并不急于仓促地与普京坐到谈判桌上，通过这种暂缓的方式、暂时取消的方式示强。那同时呢，也要保证美国重新评估形势，找出应对的方案。但深圳卫视注意到，此前的会晤是美方单方面宣布，俄方并没有证实。根据白宫公布的制裁措施，拜登已经指示美国财政部对两家共持有超过800亿美元资产的大型俄金融机构——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俄罗斯工业通讯银行及其子公司实施全面封锁。其次，美国将扩大主权债务禁令，限制美国个人与企业参与俄联邦中央银行、俄联邦国家财富基金和俄联邦财政部发行的新债券的二级市场。白宫称，这些举措将有效切断俄罗斯政府与西方金融的联系。此外，包括俄安全局局长、总统办公厅官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在内的5个俄罗斯人也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We'll also impose sanctions on Russia's elite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从程度和方式上来看，可以看出的是，美国现在工具箱中的工具恐怕是越用越少，是有某种黔驴技穷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说，还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在此前，美国多轮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过程当中，俄罗斯本身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免疫力。俄罗斯现在警告美国的是，现在美国如果在制裁的方面大打出手的话，很可能会让制裁进一步发挥它的双刃剑的效应。所以可以看出，尽管美国在反制俄罗斯，但俄罗斯仍然掌握着主动。美国媒体认为，拜登宣布的加码制裁没有此前宣布的那么严重，但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对普京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依然列在日程之上。美国参议院1月曾提交一份包含制裁普京在内的议案，当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强调，制裁元首等同于断交。白宫还威胁称，美国在国际银行结算系统 SWIFT 方面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也依然列在日程之上。若与之脱钩，俄罗斯的国际金融交易，包括占该国总收入40%以上的油气出口收益将被切断。但欧洲的金融业长期对美国动辄对他国金融系统实施大规模制裁表示反对。涉及到 SWIFT 的金融系统，美国考虑到的仍然是把这作为一种所谓的终极武器，或者是说作为金融上的核武器来使用。美国深知的是，当你动用核武器的时候，会招致所谓相互确保摧毁的这样的一种现象。美国当使用金融手段的时候，俄罗斯在进行回应的时候，不会仅仅限于金融手段，俄罗斯会有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回应。这个大杀器对于美方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杀手锏。在对俄展开制裁的同时，美国的军事动作也在推进。拜登周二已授权目前已驻欧洲的800名美军向波罗的海3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转移，同时8架 F-35战机将从德国调往东欧，32架阿帕奇直升机将从德国和希腊调往波兰。拜登随后表示，希望外交手段仍然可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也指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关闭外交渠道的大门，但除非俄罗斯改变路线，
否则外交手段不可能取得成功。当然呢，外交手段是美国不愿意放弃的手段。如果公开说美国已经拒绝外交手段，那就意味着在下一阶段恐怕只有制裁以及军事这样的一些手段可选择。这是美国促使局势失控，最终影响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这是美国不会做出的选择。美国的欧洲盟友纷纷跟进制裁俄罗斯。欧盟周二宣布首轮制裁措施，对俄罗斯国家杜马351名议员实施制裁。制裁目标还包括27个实体以及个人，其中包括政治决策者以及为这些人提供资金的银行。深圳卫视注意到，根据俄联邦宪法，俄联邦杜马拥有450名议员。欧盟方面制裁的是上周二投票支持俄方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的351名议员。此外，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周二还发布声明称，有关机构将立即开会，以最终确定一揽子对俄制裁计划，包括禁止参与俄方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的人员和实体进入欧盟资本金融市场及服务的能力，并禁止乌东两个独立地区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往来。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二宣布，英国及盟友对俄寡头继母琴科在内的3人实施制裁，还将制裁5家俄罗斯银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禁止当地人购买俄罗斯国债，禁止与俄展开金融交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会停止对俄特定人士发放签证，冻结相关资产等。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总理舒尔茨宣布暂停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批准程序。此前这一程序已经被搁置，但德国一直希望这一项目不要受到政治干扰。本月7号，新上任的德国总理舒尔茨首次访美时，面对记者反复提问，始终都没有明确承诺，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会如美方所言终止北溪2号项目。但是我们仍然会看到的是，现在在欧盟内部，在涉及到制裁的问题上的时候，表现出的并不是更多的团结，各国之间在考虑自己未来的政策的措施和自身的利益，尤其是涉及到德国，涉及到北溪2项目，尽管德国在做出反应，某种程度是不得已的在做出反应，但并不意味着德国现在愿意真正的放弃北溪2项目，也不意味着德国认为在欧洲内部针对俄罗斯，现在德国应该更多的靠向东欧国家的立场，靠向美国的立场。但美西方的举动也遭到部分国家的质疑。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周二在回应乌克兰驻塞尔维亚大使谴责俄罗斯的要求时表示，我们是一个小国，不想结束与任何一国的友谊。我建议他打电话给乌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他谴责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对塞尔维亚进行的侵略行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发文指，必须要说的是，最早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西方。1998年，正是北约强行改变边境线，让科索沃从塞尔维亚中分裂出来。普京曾多次愤怒说过，俄罗斯反对科索沃独立，西方需要遵守国际法准则，只有这样，大小国家才能感到自身安全。但很不幸，西方没有人听从。在周三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我们认为制裁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中方一贯反对任何非法的单边制裁。我们认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上。今天媒体们的关注重点依然是乌克兰局势，但是相较于昨天主要是由外媒来发起提问，今天则是国内媒体的提问更多。华春莹的回答也是准备充分，他明确表示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